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4年11月10号星期日，今天要来分享平衡分压线的接法。那我这边做了2组规格，这一组是18650的，这一组是21700的。比较多人使用的应该是18650的，所以我们用18650的来做解说。这种可以拼接式的电池盒使用上不是很好用，所以我这边就不推荐了。我们要用平衡充电器充电的话，我们要制作分压线。分压线的部分我这边都已经接好了，那我就用解说的方式。这一台的话，它最少的分压线是2颗电池，最多可以到6颗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将每一颗电池的分压接好。为了讲解方便，我要一次性把全部都插上去。那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你只能够按照你电池的颗数下去做安装。比如说你用2颗，就只能插 2S 的这一个插槽。你如果 2S 或 3S 的插槽同时插上的话，因为正负极的关系，会导致你的电线烧毁，严重一点可能就会造成你板子的损坏，这一点是比较需要注意的。那我是为了讲解方便，所以我会先把所有的分压线全部装上去。那我们装上去之前，我们这边先写一下，像这个3线的就是2颗电池，然后以此类推，4线的就是3颗电池。那我们就依序将它接上去。接上去以后，我们只要注意总正极跟总负极。以我的方向为方向，我们最右边的第一条线就是红色的正极，所以我是将所有的第一条的线全部接在一起以后，然后拉一条正极红色的线出来，然后直接连接到我们的总正极，就这样子。以此类推，我们的第2条线全部拉出来，接在一起以后，就是第1颗电池的负极，就是 4.2 伏的电压，然后第3条线就是第2颗电池的负极，以此类推接上去，这样子而已。那我就是将每一条的电线的顺序依序接上去，然后最后一条只有1条线，它就是侦测我们的总负极。每一颗电池的第1条线就是总正极，最后一条线就是总负极。那除了第1条线是红色的，其他的线全部都是黑色的，它是全部都要接在负极端上。你只要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。那分压线绝对不能接错，接错的话，它会侦测到你的分压线接错了，因为它侦测的每一颗的电压是不一样的。接好以后，我们可以来进行测试。测试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将所有的分压线拆下来，根据你要测试的电池颗数下去做安装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OK， 那我们先把它接到主机上。那我们先测试2颗电池就好。那因为这种电池盒，它官网上的接法跟我们一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。它有弹簧的这一边，它是要接正极的，所以我才会特别在电池盒上注记正负极，避免我们在接的时候会有搞混的现象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将第1颗电池装上去。要测试内阻的话，最少要2颗，所以我们先进行2颗的测试。第2颗正极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装上去。那因为我们是测试2颗的，所以我们就找3条线的。那我们这边有写上颗数，那我们只能接这一个。接上去以后，我们的总正极就是接我们电源这边，然后我们的总负极就是接到第2颗的负极这边。那这样子我们的电压就出来了。我们这一颗电池只有 2.5 伏而已，先看能不能充电。目前还是可以充电的，只要它的电压没有低于 2.5 伏就可以充。我们要测试内阻的话，就是进入功能选项这边有一个内阻的测试，那我们确定就可以测试它2颗电池的内阻。电池内阻的排序，机器上的第1颗就是这一颗。我们这边的顺序是由上往下，所以我们第1颗是83，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写一下。第2颗是45。那如果我们要测试全部的话，我们就要将这一个分压线拆下来，然后我们依序将所有的电池依照正负极的方式接上去。那我们充电的电源线也先拔下来，这个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啦。接下来就是按照正负极的方式把它装上去。电池都安装好以后，因为我们现在要测试6颗电池嘛，所以我们要装上7条插线的这一个。总正极这边一样，我们接在这边，然后负极就接在总负极的这边。这样子我们的电压就显示出来了。那我们要先看一下能不能够正常充电。OK， 那现在充电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来测试内阻，现在所有的内阻就测试出来了。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个别的内阻写上去，依照顺序这样子写下来。
电池分压线的接法跟测试大致上是这样子。你如果有购买一样的机器的话，也可以自己尝试测试一下。分压盘一定要特别注意，一次只能够插一条线，要不然你这个旁边的线会烧掉。那我这一篇电池分压线的接线操作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